欢迎大家回到来领袖培训会。刚才的午餐好吃吗？好吃吗？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敬请见谅。不管怎样，到了现在这个时刻，依然能够看到这么多人留在这个地方，证明说各位来到这个地方，肯定要拿到一点东西回去，你说对不对啊？因为已经付出了这个代价。已经付出了这个代价，从很远的地方，甚至有的很多领导人从国外来到这个地方。刚才我在一早的时候，我还甚至看到有领导人拿着日本的国旗，都来到这个地方。当我们人全部聚集在一起，肯定的已经付出了这个代价，就一定要拿一点东西回去。所以到了现在这个时刻，我知道有可能吃饱午餐的时候，都会有时候有想要昏睡的感觉。不过不管怎样，提醒自己，已经付出了这个代价，拿一点东西回去，好不好？好，给你们自己本身一个热烈的掌声。刚才我们的飞马2领导，林经营，经营大哥有分享到很多关于他自己本身的，尤其他讲到见证这一块的时候，我是充满着感触。那么刚好那个时候，我的伙伴我的一个同事就在我旁边，他也开始跟我讲起这个见证。他说：“哇，他那天听到一个伙伴说，包括刚才林经营大哥有讲到的，哇，那个胰脏被切掉的，吃了不跌，然后胰脏长回出来，你相信吗？你相信吗？这样也相信啊？”我不相信。换句话说，我知道很多情况，领导人吃下去很有感触。把这个不跌或者是誉为小红豆，誉为这个仙丹。不跌是仙丹吗？是吗？吃了让你长生不老？没有这一回事，各位伙伴。那么肯定的，不跌胎盘素肯定会有它的好的地方。要不然你不会看到一间这么了不起的企业存在在这个市场上，你不会看到成千上万的领导人在这个公司里面能够互相的配合，对不对啊？肯定有好的地方。所以不管怎样，刚才已经讲了，我们必须要提醒自己本身这样的环境，提醒大家健康很重要，这样的一个环境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不过不要忽略说，认为说吃不跌长生不老，甚至有的情况。听到一些这样的情况说，吃不跌不会死，吃不跌感冒吃不跌咯，牙齿痛吃不跌，脚痛吃不跌，中罚单吃不跌，不要这样想，不要这样想，因为没有这一回事，是不是啊？肯定的，它会有所帮助，肯定。而我也很清楚知道，有很多见证，我们没办法讲出来。不要讲出来，也讲不出来。当你讲出来的时候，别人讲你是诈骗集团，是吧？很多情况还要打折。所以刚才你听到的，只是在庞大的见证里面的冰山一角。那我们不要说它肯定好，肯定100%会好。不过有没有帮助？有可能你可能说，他说，他在这个过程中，他这个某一些情况。困扰他很多年，10几20年的时间，有可能他昨天晚上吃了一颗青菜，让他好起来，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很难说的，对不对啊？碰巧他也吃了这个不跌这样的情况，让他精神抖擞，生活品质改善。那么讲到这个精神抖擞、生活品质改善呢，在台湾这个地方呢，我们必须得这样说，因为我们在这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市场，我们在那个市场想要配合，总要遵从那个国家的或者是那个市场的一些法律，你说对不对啊？所以我知道，纵使再大的感触，再大的感动，在台湾还是精神抖擞，生活品质改善就好，好不好？因为你甚至可以这样谈啊，如果说你有这个
举一个例子，你说你有这个痛风，你痛风，你的脚很痛，带给你生活很大的困扰，你的生活品质好不好？肯定的不好嘛，是不是啊？那肯定的不好的情况，有一个可能你的机遇，把你自己故事讲出来，某一些机遇，你把这个 body 吃进去的时候，那么你生活品质改善，精神抖擞，这样就已经毫无疑问的把那个见证有讲出来了，是不是啊？我们在这个情况底下，符合这个法规的情况底下，我们把我们自己本身的感触和感动这样表达出来，这样的情况就很好了，这样好不好？这样的情况在我们未来打拼的岁月里面，当我们的业绩再大，不会有太多的问题，不会有太多首尾。当然我们也很清楚知道，在领导人打拼的过程不简单。当你想要邀约一个伙伴，或者是你开口跟他谈，或者是在这个做销售的过程，在建立团队的过程，不简单。也有可能有很多领导人在这个过程中看着一个家庭的整个家庭的成员精神抖擞，生活品质改善，他有很大的感触。不过不管怎样，让我们一起在台湾这个地方按照可以允许的情况，把这一份感动，把这一份感触分享给所有的台湾人，好不好？好了，那么领袖培训会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呢，到了我们第二个非常了不起的这个讲师。那么这个讲师，老实说，我对他看到他的时候，有时候可以看到好像爸爸这样的一个背影。虽然他挺年轻的，挺年轻，那一层关系好像是长辈，又好像是兄弟，又好像是伙伴的一层这样的关系，很复杂这样的关系。不过我对他的尊敬是非常非常的高。当我第一次人生过程中第一次来到台湾的时候，见到了几个人，几个领导人，其中一个就是他。那时候我很清楚的记得他长什么样子，身体胖胖的，不可以说微胖，我们说的微胖。那么我长这么大都从来没有看过一个男人梳刘海，他是我第一个看到那个男人梳着刘海头。那时候我对他的印象，我觉得很诚恳的一个人，很老实的一个人，就是简单来说，你感觉到他说不会讲骗话，当然感觉是感觉嘛，是不是啊？表面还是可以装扮出来。不过在这段几年的时间配合里面，我对这个人，这个领导人有很深刻的了解。他可以为了他的伙伴付出他的所有。当那伙伴有问题的时候，他可以赴汤蹈火，去帮助身边的伙伴，甚至可以早期的时候很用心，包括现在我相信他也是很用心，驾着他的车，在这一些行动不是怎么方便的伙伴们，从中立这个地方去到台北，台北这个地方又去到中立，来来回回，来来回回，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要让这个行动不方便的伙伴、长辈去参加这样的会议，去在这个会议里面得到一点东西。那么他也是一个非常出色、非常了不起的讲师。从他的组织一个人变成现在在台湾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也不但只在台湾，基本上我个人觉得，同样的他在 Reway 国际扮演着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拥有的组织数以千人达到万人的一个情况，一个这样的情况。个性非常的正直，非常的积极正面。有时候，当我想要跟他讲一点点消极的，他甚至还会纠正我。这样的一个领导人，想不想见一下？想不想见一下？所以等一下呢，要以最热烈的掌声，邀请我们的飞马山领导邱正修。
哇，这个四面台，光是鞠躬就要360度了。刚刚哈，先自我介绍一下，小弟叫邱正修，今年18岁。没有了，我是学阿泰他们的，他每次都这样拐我的。好，那刚刚呢，听泰，好，就是我们台湾区的总经理，好，陈家慧陈总经理在介绍我的时候，坦白讲，刚刚坐在台下真的是坐立不安，好，感觉哈好像什么你知道吗？腿软掉啊，跑不太上来。哦，因为哈跟他太熟了，从台湾我们5年前决定要好好来打拼这个瑞威事业到现在。好，他刚刚讲说他看到我好像看到他爸爸，我觉得有点夸张哎。明明看起来像哥哥，他说是爸爸，虽然年纪我们差了一段了哈，将近快应该16、17岁有了哈，但是呢，像长辈啦哈，像叔父辈这样子。不过呢，我发觉哈，以前我们刚开始接触 Tay 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他虽然是一个年轻人，好差不多才30出头岁而已，可是呢，我发觉他好像在 Reway 短短的时间，突然之间成长了10岁、20岁这样子，所以感觉上还是什么，很成熟。尤其哈，他在老板跟拿督的身边，好学习了一段时间以后，来到台湾来教导我们的时候，感觉好像比我们懂得多很多。后来我才发觉哈，他每一次都是多我们一招而已啦，可是那一招就比我们好用很多。好，那今天呢，坦白讲，这个我们台湾区的这个领袖培训会，好，我们有3位讲师，再加上我们的陈总经理，我们总共有4位领导人。刚刚从早上我们一进来这个会场，我不晓得各位有什么感觉？各位你有什么感觉？第一次来参加的伙伴们，你们觉得进到这个会场，你第一个感觉是什么？是不是感觉很震撼？一个培训会可以搞一个4面台，不是表扬会，不是什么演唱会，就是一个培训会，它已经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一个规模。所以当我们进来到这个会场的时候，我个人，我真的是4面台。我记得我们第一次站在4面台上被表扬是在新加坡。在台湾能够站上这个4面台，对我来讲是第一次。我们今天的3位分享者，我相信3位讲师也都一样，是第一次在这样子的4面台上面分享。所以呢，昨天晚上来彩排的时候，其实我们一直在想，我们今天到底要面对哪一边啊？感觉上每一边都很重要，对不对？很怕向着前面，后面的人一直看我屁股，不可以哦，所以我要转过来这边，等一下左右两边说没看到，所以我又转这边，然后等一下又转这边，然后就看到台上有一个人从4面8方这样一直转，转到自己头都晕掉了，哦，所以我刚刚好，从昨天晚上就一直在练习说，哎，今天我们要谈的时候，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包括我们的言语上，包括我们的肢体语言上，都能够尽量的把它做到最好，这就是一个领导人嘛。所以呢，今天如果你感觉到你头有点昏，就是看到我们这样一直转，你感觉到很昏的话，好，请各位见谅，好不好？好，好，谢谢大家。好，那刚刚坦白讲哈，我们早上听到了，我们的飞马领队2精英大哥分享了，好最理想的平台嘛，对不对？你听到了那2个小时的演讲以后，你有什么感觉？你会不会感觉
你很想，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朋友，你可能会马上怎么样，跟你带你来的朋友讲说哈，我很想怎么样，立刻加入你们的行列来，就是有一股冲动啊。包括我自己本身，在瑞威已经经营了大概5年的时间，我光是听到经营大哥讲的那1-2个小时的课程，我都自己感觉到很兴奋，那种兴奋的感觉，好像刚开始接触到瑞威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能够把这样子完完整整的告诉我瑞威的这个现况，好，他的这个平台的这个所提供出来这个整个环境的话，我告诉你，可能啊，可能我们现在的成就又不止于此了，不用搞了3-4年才拜上这个飞马。我相信现在如果说以瑞威所提供出来的这个环境啊，我相信只要你有心，有那个决心，想要经营瑞威的话，可能1年2年的时间，你已经可以达到像我们前排的这些领导人一样，已经成就非常的好了。所以呢，我个人我在想，当时啊，我还没有来接触瑞威的时候，其实各位知道我有16年的志工背景。那时候坦白讲，我在这16年里面，我也学到非常多的东西。可是呢，我发觉我在做志工的时候，我凭着一股的热忱，我想要对社会有所贡献。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觉得我还是很努力，也很认真。可是，在做志工的这个16年里面，坦白讲，物质上是很缺乏的。也就是说，我是全职在做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的收入。可是在这16年里面，我有没有得到东西？坦白讲，有很多。我得到了很多心灵上的满足，那种内心的满足呢，让我能够支持着我这样一路这样走了16年。可是，唯一的一个遗憾就是什么？你知道吗？我发觉，我竟然把自己做到了什么？身体不健康，甚至于什么？我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甚至欠了银行几百万的负债。那我在想，这么好的一个志工的行业，为什么我会把它做到像这样子呢？其实在于什么？在于我自己本身，我觉得我没有好好的什么去规划，没有真正的去把它利用这样的一个平台呢，把它发挥得很好。尤其在做志工的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发觉有时候你想要去做一些事情，可是你的能力做不到。好，比如说我们想要办一个很大的活动，需不需要钱呢？要不要钱？可是问题是我有没有钱？我没有钱，所以我必须要什么？去跟人家募款。我要去跟人家募款，我要募一些钱来办这样的活动。比如说，今天我们来到这边参加这样的领袖培训会，各位，你的推荐人或是带你来的朋友，他有跟你收1毛钱吗？有没有？你有付任何的1毛钱吗？有的举手。完全就是瑞威公司怎么样提供办这样子的一个会议，这样子的一个课程，来让我们免费来参与。各位说对吗？所以我们为我们瑞威一个热烈的掌声好吗？所以呢，我自己本身在从事志工的时候，我就发觉有这么一点点的遗憾，就是说我想要去做更多，可是我做不到。为什么？我必须要求助于人，我自己没有能力。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坦白讲，没有经济条件。好，所以我想要贡献，顶多是什么？我能够出我的劳力，出一些技术。可是呢，我想要帮忙做更大的时候，却没有办法。好，尤其坦白讲，做志工的时候，如果你要人家来赞助你，如果经济条件好的时候，比如说时机很好，
哇，这些大老板都很愿意出的，5000、1万啊、2万啊，他们都没什么问题。可是如果你遇到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呢，你跟他募个2000、5000、2000、3000、4000、5000，他就会说：哎呀，最近经济环境不好哦，看能不能捐少一点。那你自己本身你又要去办一个活动，需要这么多的经费，可是呢，你又不知道经济来源不充足的时候，那样子的话，你心里面会不会慌？哇，那时候真的是很压力。可是呢，你又不得不，你也不可能说，哎呀，你再多捐一点嘛，不可能嘛，对不对？人家愿意贡献，我们已经很感恩了。所以那时候呢，我就在想，我是不是有一天有机会，能够成为那个可以贡献的人？结果呢，皇天不负苦心人啊！我常说哈，我自己个人，我是因祸得福。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在做志工这16年，真的是很认真、很卖命，日以继夜这样。结果呢，把自己身体搞坏掉。大概就在10年前，跟瑞卫大概就差不多那个时间点，瑞卫刚成立的时候，刚好那个我的身体出了状况。然后呢，我生病了3年。那3年里面真的是蛮辛苦的，好，然后很幸运的，刚好呢，在台湾呢，就是我们刚刚经营大哥提到的，就是我们的飞马领队即将成为5的，我们的邱彦豪，好，我们的彦豪，好，他刚好有接触到 Petite 这个产品。后来也分享给我的推荐人，借各位的掌声，我们的飞马领队2吕欢云。好，因为他们刚好那时候我刚好跟他们在同一家公司，所以我们透过欢云跟彦豪的分享以后，我知道了这个产品，然后用短短2年的时间帮到了我自己的身体，所以我很感恩。然后那时候呢，我就想说，有这么好的产品。他既然能够帮得到我，应该也可以怎么样，帮得到别人。我就这样子一个简单的一个相信呢，我接触到了瑞卫。后来我在接触瑞卫的时候呢，我才发觉，瑞卫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样子。所以我现在想要谈一谈10年前，当然10年前我还没有来到瑞卫啦，不过呢。我看到了一幅照片，我给各位看一下。各位看到了吗？这是谁？我们老板林文峰总裁。10年前，他在一个2坪大的办公室，带着听说4位老人啊，在那个马来西亚的大三角，开始从事我们的这个 Reway 这样子。而且呢，很夸张的是，当时我有听到我们几位副总裁，Nadu Kenny、Claudia 还有 IVC， 他们3位副总，那时候是副总裁啊，他们在谈当时老板在创立这家公司的时候，他谈了很多很多。那时候呢，他甚至于说他说他从来不担心瑞卫没有业绩。你看做这个办公室的人，他跟你讲说怎么样？他不担心我们的产品卖不出，没有业绩。他是怕什么样？你知道吗？怕他以后瑞卫做大了以后，他成功了以后怎么样？他会不会能够本着他的初衷，莫忘初衷啊？本着他刚开始创立瑞卫的时候的那种心态，各位。如果你看到这样的场景，然后听到那个人在跟你讲说，未来他要成为世界第1，然后他的公司未来会做到多大，然后会去到哪里，你第一个想法会是什么？你遇到了什么？你遇到什么？好像老千这样子啊，就是很会画大饼这样子啊。可是呢，尤其你在看瑞卫刚开始的时候这一张。瑞卫10年前刚开始的时候，他的一个
这是表扬会的，不是培训会的。表扬会用一个那个什么，用一个好像帐篷这样子搭一搭，然后几个塑胶椅，然后几个人这样坐在那里。Re-Way 从这样子的情况开始的，到今天，你不要去说别的地方，光是你看到我们今天这样子的一个会场，各位，你有没有觉得很夸张？这只是我们台湾区的哦，还不是整个 Re-Way 哦，整个 Re-Way 现在已经发展到第8个、第9个国家了，而这样子的一个规模，那时候我还听过我们副总裁讲什么，你知道吗？有一次老板就跟他在推荐他们的时候，跟他讲说，我等一下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我要去做那个 meeting 的时候，在会议的时候呢，要去谈。结果呢，老板就带着我们的副总裁去到那个小小的一个办公室的时候，差不多就像这样，就是大概2、3排的人，然后呢，年纪呢都是怎么样？都是大概60、70岁以上，就是上了年纪的人。那他们呢怎么样？就开始，老板在上面谈，老板说因为很重要嘛，所以呢我们副总裁就跟着去，一看，哇，台下三两两只有几只小猫而已。然后呢，他就开始在那边谈，然后底下的人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有些人就开始怎么样？就开始打瞌睡。然后有些人呢，就好像眼神呆滞啊，不知道在讲什么。可是老板在台上呢，他自己却讲得很兴奋，哇，讲说我们要怎么样，未来怎样，下一个我们的表扬大会里面我们有什么样的舞台布置，还会喷烟花的，然后还会天女散花的，还有什么我们的那个Re-Way 的美女会帮各位牵到台上去，反正就是讲了很多的画面，然后台下的人还是继续睡，就是他还是一样很兴奋，一直谈，可是这些人一样。所以呢，我曾经听过一个人在表达说，Re-Way 的开始很像一个人，各位知道孔老夫子，各位知道吗？孔老夫子知道吗？孔老夫子是什么人？孔老夫子是什么人？他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伟大的思想家，对不对？伟大的改革家、实践家什么家？可是我听到那个领导人跟我讲，不是 Re-Way 的开始，很像孔子，是因为孔子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老人家。Re-Way 的开始就是有很多的老人家，也就是说 Re-Way 的开始是很多的孔子在里面的。所以如果你现在的组织有很多的老人家，恭喜你，为什么？因为他们都像孔老夫子一样，是老人家来的。所以 Re-Way 的开始就告诉我们什么？充满了希望。所以人家讲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嘛。人要什么？越老越是宝，我们要越活越有价值。各位说对吗？所以 Re-Way 的一开始就是这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Re-Way 我们现在看到的 Re-Way 这个场面，哇，吓死人了。可是你要知道，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这样，就是今天各位看到的这个照片。然后当然台湾，我讲台湾，又讲回我们台湾，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个荣景啊？刚刚佩有跟大家报告，他刚认识我的时候，他说他认识到有一个会梳刘海的。其实我也不太记得我那时候是不是有留刘海了不过看这张照片看看，还好嘛，并不是。就是说我们台湾刚开始的时候，也有4个人。这边你有看到有谁？有我们的飞马领队伍燕豪，我们飞马领队贺欢云，还有我，邱正修。还少一个，最左边那个啦，是吧？最左边那个。那还有一个我们的孔雀领队，我们的谢景仁谢大哥在那里。我们谢大哥啦
对，给他一个热烈掌声。他在帮我们拍照，所以你没看到他。好，好，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台湾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一样，不是一开始就是各位现在所看到的规模。我们也是从4个人，完全对于直销都不懂，然后呢又来了一个，就是我们的 Tay， 就是我们的陈总经理。来到台湾，他也是刚加入瑞位不久，他懂的就比我们多那么一招而已。可是呢，就在我们这样共同的努力之下，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努力，从不会到会，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慢慢才有今天瑞位的一个规模。这个是我们去年6月。在新加坡的10周年庆，各位看到了吗？为我们瑞位的成绩热烈掌声鼓励一下。10年啊，10年磨一剑，磨到今天有这样的一个规模，包括在台湾，你看，现在也是国际的舞台哦，国际的舞台。我们在高雄巨蛋，办的3月份办的那个。也是一样这么大的一个规模，所以这个都是一点一滴慢慢累积起来的，各位，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我们可以在这个几年当中变化这么大。各位想清楚了解吗？想吗？有没有很想？不要打瞌睡，好吧？好，可以的。我常讲说我的分享是可以睡觉的。但是注意一下，不要发出声音来，好不好？好，静静的，可以的，闭目养神一下，是可以的。但是，我想要所表达的是，如果今天单是靠我们个人，你有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一个结果？没有办法，他一定势必要靠的是什么？团队的合作。所以，刚刚我们经营大哥谈到了。最理想的平台，也就是说，当你认识到这个平台，你得到了这个机会以后，你要怎么样在这个平台里面发挥得当，发挥到最好，你就必须要有个观念，就是要怎么样建立你的组织。这就是我今天的一个主题，叫做最理想的组织。各位在建立组织的过程当中，希不希望你的组织是健健康康、整整齐齐？希望吗？真的是希望。我觉得我可以提供一个例子给各位，各位看一下我们瑞位，我刚刚谈到的这个瑞位，我们在瑞位，它就是做到了让我们为榜样的一个最棒的一个组织。好，我刚刚讲到，老板在10年前，然后从1个人、2个人，到现在有整班人，到现在整个瑞位的这个组织，而在瑞位的组织里面，不只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我们这些直销商，在瑞位的组织里面，它还包括了什么？在我们的幕后，就是背后各位所看到的，在忙进忙出的这些背后的这些瑞位的员工们，坦白讲，我从来进到瑞位的第1天到现在，不敢对我们瑞位的这些行政人员也好，这些幕后的这些工作人员，他们有一点点态度上的什么不礼貌。各位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本身虽然是在瑞位上班，可是你会发觉他们比我们更认真啊，比我们这些直销商更认真。为什么？他打一份工，可是你可以想象，你一份薪水，可是他可以24小时待命，然后呢为你做24小时，有时候 key 单 key 到半夜，有时候还要很多客户的什么埋怨申诉，还有什么还要帮忙飞到国外去帮忙去办一些会议啊什么的。你在一般你的职场上，
你一个月领人家几万块，老板如果叫你做24小时，你愿意吗？你会愿意吗？我看其实是很少人会愿意，对吗？可是你看瑞威的这些员工哦，他们却每一个人把这样子的一份工作当成是他自己的公司，所以他可以做到怎么样？虽然他只是好像来这边打工，可是呢，他把它当成自己的什么分内的事情在做，所以他没日没夜飞来飞去，再怎么忙碌，你很少，几乎是没有看到他们怎么样，有一种好像在态度上就觉得说就是很懈怠啊或者什么的都没有，所以我很佩服他们。这个在瑞威所建立起来的这样子，在老板的带领下，尤其刚刚各位有没有看到他们在韩国的那个影片啊？有没有？老板办的那个员工的尾牙，你有没有感觉到他们就在一个什么真正的一个幸福企业里面？所以瑞威的这个组织呢，除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样的规模，我们这些直销商，各位都是一个大老板。好，当然我们自己的事业，我们一定是很认真在做的。可是，在背后其实有很多人也是在帮着我们，甚至比我们付出的更多，就是为了能够让我们在瑞威这个平台里面怎么样，更加的成功。所以我们再一次为这些幕后的英雄热烈掌声鼓励一下，真的很谢谢他们。可是我发觉瑞威其实还有第3个组织。就是跟我们瑞威配合的这些厂商，也是不得了的。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们跟瑞威合作过以后，他们发觉这样的一个事业合作伙伴太值得尊敬了，所以跟着我们瑞威的这个脚步，无形当中这些合作的这些什么厂商们，也跟着怎么样？我们瑞威一起成长。我以往，比如说像以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个周年庆，你刚刚看到我们那个场面啊，2、3万人，叫做万人宴啊。光是那些餐桌、那些碗筷、那些碟、那个餐盘啊，还有服务人员啊，你可以想象得到，如果是一家餐厅，它有没有办法办到这样子大？而且每一个桌子、椅子、盘子、筷子、碗都要同样的规格啊！如果这个厂商它本身的素质不够的话，你觉得他能不能做到我们要求的标准？没有办法。可是呢，在瑞威合作过的每一个厂商，我发觉他们都会因着我们的瑞威的这个标准，他们自己本身也会怎么样？也会跟着上来。所以一路以来，我所看到的，我们每一次瑞威办的活动，这些配合的厂商们，哇，都办得怎么样？真的在外面都是见不到的。所以光是看到这些组织的规模，我们就可以知道，要建立这样的一个组织容不容易？不容易哦，并不容易哦。你有时候，我们自己本身想要去聚我们的人，不要说像瑞威这样聚这样成千上万的人啊。有时候我们领导人哦，要聚我们的一个伙伴，说，我们来开个什么会议哦，不用你飞出国，光是说，你今天来高雄，他说，哎呦，又要我去哪里？有什么重要的事来讲一讲就好了。你有没有办法像瑞威我们现在这样子？你看一个培训会，哇，你看也还有包高铁的、包飞机的、包游览车的，对不对？自己开车的，还有走路的，还有骑脚踏车的，全部集合在这边，对不对？这样子的一个组织容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耶。所以你要真的是看懂，人家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啊。你要看得懂这个门道啊。有时候我们自己本身真的想要去聚一些人，都已经不容易了，何况说像今天这样的一个规模。好，所以这个值得我们来学习。而我们知道，今天如果我要在
Reway 里面成功，我刚刚提到的，不可能靠我们个人怎么样单打独斗。那你要怎么样去能够帮助到你可以快速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我刚刚讲，就是要建立属于你自己的组织。而建立组织有没有一些条件？需不需要有一些重点啊？要。好，第一个就是说组织构成的要件，第一个就是什么？要有人才。讲到我们这个行业，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人嘛，因为我们是在做什么？人的事业。我们一切的组织最重要的主体就是人嘛，我们要把人的关系做好，今天才有办法怎么样？再带动整个组织做出一个庞大的业绩嘛。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人怎么样变成一个人才，这是一个重点。而我们讲到人，其实可以简单的分为几个层次，在社会上啦，我讲说在社会上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分几个层次，各位可以去参考。第一个就是什么？俗称的叫做什么？叫人渣。人渣啊，什么叫人渣？就是说你叫他这个他也不会，你叫他做那个他说他也不要，反正你叫他做什么他都不要就对了。他就说我不知道，我不会，我不要，好像你做这个也不行，做那个也不行，什么他都不要就对了。整个人好像烂泥一样，反正他就是随波逐流，环境帮他丢到哪里去，他就跟着这样走。那个叫做所谓的人渣。你要做，对社会来讲，它就是变成一种好像是一种寄生在这个社会的某一个角落这样，那个叫做人渣。第二种人叫做人手，也就是说，他今天你要叫他负责什么责任，他没办法。可是呢，你叫他帮忙做什么，他可以。好，你叫他做这个，他好；做那个，他也可以。好，那个叫做人手。好，这是第二种人。社会上还有第三种人，就是我讲的这个人才。这种人才呢，他基本上就是他本身的这种能力还不错。好，这种人才基本上呢，都会比较难带一点点啊。就是说，他本身因为他认为他的能力不错的时候呢，你要他做什么，他会有他自己的想法。他自己有自己的很多的想法。那他的这些想法呢，有时候甚至于什么，你要带动他的时候，这种所谓的人才，可能是他会在你的对面多开一家跟你一样的店的那一种的，那叫做人才了。所以这种人才呢，基本上呢，都是没有那么容易带。不过呢，还是有方法。再来一种呢，就是叫做人物。社会上的最顶尖的叫做人物啊，可能就是几百个里面会出现一个，或是几千个人里面会出现，这叫人物级的。就是说他真的是可以扛起所有的责任，然后呢，拥有一番的作为。对于整个社会是非常有贡献。这叫做人物。那我们今天要建立一个组织，我觉得基本上要让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最少是一个人才，最少要让自己成为那个人才。你要建立你的组织，第一个你要先让自己成为那个人才。那我们讲到这个人才的时候呢，你就会想，很多时候我会听到有一些领导人跟我讲说：“哎呦，我跟你讲哦，邱大哥，如果我去推荐这个人进来，哇，他在社会上怎么样？拥有很高的地位，拥有很广阔的人脉，然后呢，他本身的实力又雄厚。那这个人如果推荐进来以后，哇，就好水了了，就下一个邱燕好了。只要进到你的组织来啊，就推荐到这个人，他就是下一个吕欢云啊，下一个金银大哥啦，下一个谁？你觉得有可能吗？如果他本身在传统产业里面，说他原来的职场上，
他已经拥有这么高的一个成就，你觉得这样的人，他进到你的组织里面，他会让你那么容易去影响吗？你觉得呢？容易吗？啊，并不容易，我相信。因为什么？因为他有他根深蒂固的一个想法嘛，是吗？所以他今天他要你去影响他，并没有那么多容易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与其你一直要去找这样的人，不如我觉得你可以去怎么样，找到另外一种我所谓的人才，就是所谓的态度好、服从性佳，然后呢容易配合，然后甚至他可以懂得什么空杯学习的人。如果一个人愿意放下他原来所学，然后呢进到这个环境里面来，愿意让自己整个是空杯，然后呢慢慢来学习，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要的所谓的人才啊。否则你光是要去影响那个我刚刚谈到的说他原来就有所成就的人，然后你要去影响他，你要花多少的时间，你知道吗？你刚刚有听到，光是我们的燕豪去影响我们的经营大哥，花了几年？4年呐、我跟欢云，我们不是什么在社会上什么，我一个当志工的，欢云是上班，像邻家小女孩这样，所以燕豪跟我们讲一讲，我们就进来了。哦，开玩笑的啦，哈，就是说，我们其实基本上就是，你今天要建立这组织，所谓的人，你要把一个人变成人才的过程里面，第一个选择的我觉得马云也讲过同样的话，他说哈，他在用人的过程当中，他不会去找那些所谓的能力特别强啊，或是说自以为是的。他反而会以他的态度为他第一个考虑的。如果这个人他的态度是好的，是对的，然后又愿意空杯学习的人，他反而觉得这样子的人，他会怎么样？他就算能力稍微差一点，他可以在这个环境里面怎么样，慢慢来学习。你不用担心的，只要他肯好好的。就像刚我们金英大哥有强调一个重点啊，每会必到，每到必会。我来 reweigh 第一句话也是学到这个，你一定要每会必到，每到必会。我已经听了5年，也做了5年，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可是越简单，我觉得越难呢。有时候太简单的，你一直重复做，你反而做不到哎。以前我们在学书法的时候，写什么字最难？你知道吗？写一最难啊，一呀、因为太简单了，所以最难写，因为每一个写起来都不太一样。所以，同样的，我们要把一个人能够变成人才，其实他这个是要有过程、有方法。第一个就是把态度先做正确来，然后配合度好一点，成为一个最好配合的一个人。然后呢，把这个人才呢要摆对位置。我常说哈，摆错位置的东西就叫做垃圾啊。人也是一样，你东西摆错就会变垃圾嘛。人也是一样，什么样的人摆在什么位置，这个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今天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在哪里的时候，其实你很难去发挥啊。同样的，你要把这个人摆对位置，让他能够怎么样，在这个环境里面能够去发挥出来。而人才的培养也是要靠什么环境。我常讲啊，5年前在台湾根本没有现在各位所看到的环境。我们那时候想要学习，只有怎么样几个人，然后打了机票，然后到新加坡或是马来西亚，好去上一样这样子的一个课程。不可能说哦，在台湾我们这边就拥有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想要做什么就是只能到国外到新马去学习。而今天在台湾，是不是拥有所有的会议都在我们台湾自己这边办啊？是不是？所以我觉得真的我们
现在的伙伴会员来讲，真的都是太幸福也太幸运了。你不用像我们早期这样子，很辛苦的飞来飞去、跑来跑去。你只要好好的在我们台湾，你要参加什么样的活动、什么样的会议，都非常简单。我常讲，台湾从北到南才多少公里啊？才400公里而已啊！从最北到最南啊，从台北就算来到高雄啊，也不过才300多公里啊，开车3、4个小时就到了，不用你要搭飞机飞个几千公里到国外去，不需要。所以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我们要珍惜。好，所以我们要把人培养成为一个人才。我刚刚有谈到，就是要有一个环境，因为环境就是什么？就是结果嘛。环境就是结果。你一个人如果从小就是被猩猩猴子养大，他就会变成什么？他就是变成人猿泰山了嘛，就是哦哟哟这样子那个泰山啊，对不对？如果一个小孩 baby 他从小在一个贵族的家庭长大呢，所以环境非常重要。你要拥有什么样的人才，你必须要去建立那样的一个环境。而 Reway 已经提供了我们一个非常完善的环境，来让我们跟从而已。所以我们要进到这个环境来学习，你自然而然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会变成俗称的所谓的人才。刚开始我们能力不好没关系，都是学来的。一开始不管是燕豪、欢云，或是我谢大哥，我们刚开始进来的时候，包括金银大哥他们刚进来的时候，我相信对直销这个行业也是一窍不通啊。要怎么样去建立组织，我们也是一窍不通。可是就是因为我们愿意学习，从头开始注重基本功，好，把每一场的这个会议呢，我们好好的跟随，好好的来了解，好好的吸收，到有一天，你自然而然能够就像我们站在这个舞台，怎么样去分享你的成功经验。好，所以对于人才来讲，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而我们建立组织的第二个，就是除了我们要有人，而且在人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常讲哦，不是你的组织人多人少，而是你建立这个组织的时候，有多少是你的什么骨干啊，就是栋梁之才啊。就好像我们今天，如果我们这个身体没有骨骼的话，如果都是肉的话，你有没有办法站在这边？我有没有办法站在这边？没有啊。所以骨骼很重要。一个组织里面到底有多少是我们的骨骼啊？这个很重要，不是你有多少人就好了。如果那些人都不是态度正确的人，就算你再多的乌合之众都没有用。我宁可怎么样？我的人少少，可是每一个都是什么？都是精兵啊！就是说，每一个都是态度良好的人，这样子的一个团队跟组织，它就会变得很有力量。所以你要去看，曾经我听过我们有一个领导人，曾经问过老板，他说：“诶，老板你看一下，我的这样的组织，哇，上百人呢，这样子，哇，很得意，跟老板这样讲。结果你知道吗？老板给他看一看以后，他说：哦，你的组织里面只有1个半啊，你的组织啊只有1个半的人。他说：哈，怎么可能？我的组织有整百人呢。他说没有，只有1个半，一个就是你，一个就是某某人，他算半个而已。哇，他当时就很惊讶，为什么他整百人的组织里面，老板只看到1个半呢？原来那1个半个人啊，就是他是还不是真正的一个领导人，他只是想要成为领导人这样子而已。所以基本上我们在培育人才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把人往环境里面带，让他们先学习到一个正确的态度。如果有人有正确的态度，然后他还肯很努力的、很认真的去学习，这样子才有机会成为我们真正要的人。好，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在组织构成的要件里面呢，第二个重点是什么？就是
要有凝聚力。当然，你要凝聚一群人，容易吗？容不容易？不容易。我刚刚有讲，你不要小看今天这个场面，哦，将近万人的这样子的一个会议哦。你去想，我刚刚提到的，如果你自己本身想要去凝聚几个人，都没有那么容易的。可是呢，在 Re-Way 里面，他已经做到了。他为什么会做到？当然，凝聚人有很多的方法啦。好，包括你去大卖场，各位有去过大卖场吗？你在大卖场里面有没有看到很多时候，哇，可能有一堆那个衣服啊，或是一堆什么商品很便宜，有没有？哇，那大家都在那边挑啊，挑那个衣服啊，挑那个产品，哇，不知道什么商品，然后本来可能他那个产品可能一件本来是100块，变成一件只要10块，你会不会想要去看看？会啊，然后就会有一群人被聚在那个地方，对不对？尤其有时候你看那个卖衣服的更厉害，他给你挂说本来一件100，然后呢帮你放在那一堆一样的地方，一样的东西哦，可能他只要一件50块，你会去选那100块还是选50块？你肯定去选那50块嘛，因为便宜嘛，是吗？就会一堆人在那边挑啊挑啊挑啊，那样子是不是可以聚合一些人？同样的，可是呢，你看哦，很多的直销公司，它也会用一些方法来把人聚在一起。最直接的方法是什么？就是钱嘛，对不对？用一堆钱去吸引一些人去聚合在一个地方啊。好，比如说他可能摆了一堆钱在这边，然后大家为了要得到，那可能等一下有分红啊，有什么，所以他们就怎么样？因为看到那些钱，他有来参加的，等一下每个人哦，各位注意听哦，打瞌睡就没有了哦。好，等一下出去的时候，记得跟那个旁边的工作人员一个人换100块的礼券，这样。哦，就是说他可以怎么样？用一些招数啊，好，包括用钱来去吸引一些人能够聚合在一起。而今天 Re-Way 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聚合我们？他有没有摆一堆钱在上面？你有看到吗？可能这个舞台下面全部都是黄金了，有没有可能？等一下拆舞台的时候，各位就搬一点走，会吧？是不是这样？是啊，这上面有黄金嘞，书中自有黄金屋嘞，你知道吗？对不对？在你听完这些课程的时候，会不会让你制造出一个更大的业绩？那是不是钱？那是钱。而Re-Way其实它也是用钱来帮我们大家聚合在一起，可是它不是直接给钱，它给什么？它投资一些钱来给我们领导人有更大的一个价值，它让我们领导人产生了一些价值，比如说像我们在这边，对不对？大家聚合在这边办这样子一个领袖培训会，要不要花钱？我刚刚讲这要花很多的钱，对不对？包括我们刚刚看到的我们的表扬大会，包括我们的星级会议啊、见证会议，包括我们的精英领队之夜，包括我们的飞马之夜，各个大大小小的活动，花起来都是非常多的钱。各位认同吗？而这些钱，它是投资在什么？领导人的身上，让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得到一些价值。因为有了那些价值，所以我们才怎么样？才能够越来越成功嘛。所以他用这样子的方式，好，来聚合了我们每一个人，跟直接给钱有没有一样？是不一样的。好，宁可我们今天投资一些钱来给我们的领导人得到那一份的价值，那这样的价值里面呢，它本身也拥有了什么？彼此之间也有了所谓的竞争啊，有了竞争就会有所谓的生产力了嘛。好，所以这样子的一种方式来聚合我们每一个领导人，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为什么我们Re-Way的组织会越来越大、越来越成功？就是因为看到了公司这样子的一种
聚合凝聚的方式，让我们每位领导人也很想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帮助到我们自己在组织里面的所有的领袖，也能够同样得到那样的一个价值，所以我们就会很愿意怎样去贡献。好，所以这个凝聚力非常重要，你必须要先把这样的一群人凝聚起来。好，我常有时候看到很多的我们的领袖呢，他们在凝聚一些人的时候，坦白讲，有时候我们要去做一些比较简单的事情。我常讲哈，如果一个地方我们都没办法去聚合一群人，一群人啊，不要讲哪里啊，光是我们高雄啊，这是哪一区啊？我们这边算哪一区？前镇哦，前镇区。如果一个前镇区啊，有多少人口？哇，应该有几十万人吧。好，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地区，能不能先聚合50个人？我们先不要去想太远哦。有些人在做组织的过程当中，他会一下子怎么样？说，我哪里有人？好，我美国有人，我中国有人，我日本哪里？哇，世界各国都有人，只有前镇没有人，只有台湾没有人啊。然后结果你去想，你那样要聚合他们容易吗？更不容易嘛。然后不如我们先怎样，把一个地方，先把一批少数的人先做好先。你要先学会锁人锁地方，把他们先聚合在一起。在聚合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刚刚讲的，你可以用一些方法，而我觉得 Riway 所教我们的这个方法，投资在领导人的身上是最值得的，投资回组织是最值得的方法，先去聚合他们，然后聚合了这些人以后，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就要让这些人，是不是人聚合在一起，就一定会有向心力，是吗？不一定哦。有时候聚合，我刚刚讲，他可能因为一些花招，让他能够聚在一起，然后曲终人散了以后，什么都没有留下。所以你要让一个组织建立起来的过程当中，除了让他们凝聚起来，你还要怎么样？要让他们都有向心力，而向心力容不容易出现？不容易。肯定这里面要有什么？他们要有一些人有所牺牲、有所贡献，就俗称我们领导人啊。我们领导人，如果你今天不愿意为组织去做出付出跟贡献，你觉得你的组织伙伴会对你有向心力吗？我看很难哦。你可能连你自己有时候都带不太动啊。所以你要让组织对你有向心力，你就必须有所付出。那当组织什么时候会看出他有没有向心力？就是组织要发生问题的时候嘛。好，比如说组织如果发生问题，你愿意在这个问题里面，你去把它解决掉，而你的组织伙伴就会怎么样？开始对你怎么样？就是佩服，他会服你。他会服你的时候呢，他才有什么？才有可能今天他怎么样？你说什么，他就会跟着你走啊。否则你讲是讲啊，就像我常讲，如果我们在台上很会讲，可是我们在私底下在做的时候呢，却是一直在闪避，在逃避。当组织伙伴有问题的时候，他找到你，然后你觉得你只能怎么样？用闪躲的方式，哎呦，这跟我没关哦，你会怎么样怎么样？结果你觉得你的组织伙伴会不会信任你？我看很难啊。同样的，我们领导人也是一样。我常说，我们如果自己没有办法以德服人啊，我们自己如果没有办法真的做到表里如一，如果真的我们说到做到的话，其实你要让你的组织对你有向心力是很难的。好，所以这个向心力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你在这个向心力里面，你让你的组织如果对你更加有幸福的时候呢，我相信你的团队、你的组织肯定可以做到一个更大的东西。好，所以这个向心力真的是我们每一个领导人我们要引以为戒，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真的当面对问题来的时候，我们肯去扛起那个责任，那个会决定我们的组织能不能继续发展。好，再来就是所谓的生产力。好，讲到这个生产力呢，一个组织它拥有了人才，拥有了凝聚力，拥有了向心力，这样子就够了吗？它是不够的，因为我们今天是在做组织行销，所以我们要的是什么？还是必须要有一个生产力，所谓的业绩呀。如果一个组织它是没有业绩、没有生产力的，这个组织是不是一个健康的组织？是不是一个理想的组织？并不是。所以你要拥有生产力，你要让自己，就是说整个团队创造出更大的一个业绩，它其实是有方法的。好，它这个方法呢，就是说，你第一个，你的组织要让它整个能够活动起来，好，它有几个要件。第一个，在组织里面要有人在挑战接聘。各位，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朋友，可能你不懂什么叫做接聘，就是我们 Reway， 好，它有几个过程，就是你做到了有1星、2星、3星，好，基因3星啊，孔雀、凤凰、麒麟，好，然后天鹰，然后飞马，现在最高的是什么？天龙首喜，好，总共有10个接聘。那在我们这个接聘里面呢，代表了你不同的收入。我常跟伙伴讲，你如果这个月你想要月收入有10万块，你就一定要怎么样？想办法去什么？挑战1星，我们的星级领袖，让你收入有大概10万左右。如果你想要20万，你就去挑战2星；你想要30万，你就去挑战3星。按照这样的一个接聘呢，去规划，然后去得到你该有的这个收入。在 Reway， 从来像早期我是听到老板他们谈过，以前他们在做别的直销公司的时候，光是你要去领一个所谓的支票就是说你的收入，比如说你可能领个10万、20万的时候他就会发觉怎么样，你知道吗？发觉要被老板他们原来的那个老板去怎么样？去念一轮就对了，就是讲一堆话，然后他的什么？他的支票才可能给你。可是，在 Reway 并不是这样子。在 Reway， 你永远会听到我们的这个 CMT 的管理层，他跟你讲说：“你还可以领更多呢。”当你领10万的时候，他说：“你其实可以再领更多嘞。”你领50万的时候，他说：“你可以再领更多嘞。”你领到100万的时候，他还在跟你讲说：“你还可以领到更多嘞。”永远就觉得说我们好像赚得不够多这样子，完全不同于其他的公司啊。所以今天公司所设定的这个目标呢，其实我们只要按部就班的去做到，其实你相对你就开始改变了，你的收入也好，你的健康，只要对产品你有认真在吃，然后呢，你努力的去分享，我相信在这个 Reway 的收入绝对可以远远超过你所想要的。好，所以要挑战这个接聘的过程当中，好，各位你要先对制度的了解。好，这个在今天我就不多谈。好，所以第一个你要让组织动起来，让组织有生产力。第一个你要有人在挑战，以接聘，哪怕1星、2星，每个人每个月，我常也跟很多的伙伴讲。好，当然我们看到了在这些前排的这些领导人，他们都有什么？最少都是年薪过1000万在 Reway 的 Team 里以上最少都是年薪过1000万，这样子棒不棒？这样的收入，好像不太少是吗？你这边有年薪过1000万的有很多吗？
应该不容易啦哦。哎，这些前排的领导人都很变态的嘞，他们年薪都是过千万的，要不要给他们一个热烈掌声？他们都是我们要去追求的目标嘞，是吗？因为我们还没做到嘛，当你做到的时候，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行列。所以这个接聘，为什么我这么注重接聘？就是说，当你自己有规划，你往更高的目标接聘去挑战的时候，就等同你的收入往上又进了一阶了。好，第二个就是你要知道为什么要去 fight， 为何而做比如何做更重要嘛，是吗？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今天来到 Reway， 你想要得到的是什么？你的动机是什么？你如果做到了，比如说你今天如果能够做到，比如说我这个月我能够做到1星、2星、3星，好，我能够做到孔雀，好，那这样子的话，你做到的时候，你会得到什么？你要很清楚你会得到什么，所以这个动机很重要。我常讲，如果说我们今天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做，人家叫我做，所以我做，哇，那个很辛苦嘞。如果你都不知道你的方向、你的目标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去拼？有些人说，因为我想要让我的家人过更好的日子，可不可以？我想要让我的老婆、孩子或是我的父母亲能够过更舒服的日子，所以我今天在 Reway， 我要努力，我要打拼。哇，也是这样，或是说他想要圆人生的一个梦，他想要让他自己的人生过着不一样的生活，这个就是我们的动机。那你要去做到，你要不要努力呀？可是你有没有发觉，在很多时候我们也很努力，可是怎么样？没有机会，甚至于努力错方向的时候，那你的努力，所以选择比什么？努力更重要嘛。而坚持又比什么？选择更重要。所以我常跟很多的伙伴讲，你做对了选择，接下来就是什么？你选择的 Reway 就是做对了选择，而你接下来要做的一件事就是什么？要坚持到底，因为你要坚持到最后，一定要做到什么？成功为止，否则你千万不要放弃，因为有太多的人已经成功给我们看了。如果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结果，我们还不坚持的话，你还要到什么时候？你还要再努力到什么时候？所以 Reway 这个平台呢，只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什么，能够成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所以你的这个动机，你一定要想清楚。我今天来到 Reway， 我想要得到什么？我想要创造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好，这个动机你一定要想清楚。再来就是什么？在我们组织里面，我们领导人，好，当然会给很多的伙伴，很多想要在 Reway 成功的人，激励与奖励。这个激励就像我们今天这样的课程，我们就是无非希望能够什么呀？能够激励各位。你要选择被激励呀，你不要讲说，哎呀，他的口才也没有我好，对，可能你比我们都能够谈。但是问题是，今天能够被选上这个舞台的人，都不是纸老虎啊，都是真老虎啊，都是有实力的啊，为我们鼓励一下好吗？不是今天我们说哦，因为比较会谈，并不是啊。其实我们可能表达的没有各位好，可是今天因为我们在市场上是成功的人。是因为我们做到了，我们希望把我们所懂的这些经验，我们不是专业讲师，所以我也不会一什么二什么这样子，就是大概把自己所懂的能够分享给大家，是希望帮助大家能够缩短你什么成功的过程。所以在我们领导人，我们在自己成功以后。第一个想法是如何帮助在座的各位想成功的人也可以跟我们一样，所以在这样的课程里面，我们希望能够激励给各位，希望各位能够被激励到。好，所以在同样我要让组织动起来也是一样，我们要常常去激励伙伴，不要去指责。
我常觉得有些可能是求好心切，有时候会觉得，那种叫做什么恨铁不成钢，对不对？或是觉得烂泥扶不上墙这样子，好，所以就会很生气。可是呢，我觉得人是需要被鼓励的，好，包括我自己本身，我觉得在我那时候刚开始做 Reway， 我还记得那时候 Tay 啊，不知道是怎么样去看，就是可能看到，因为他看得到我们的组织图嘛，所以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呢，坦白讲也是很认真的。可是认真就一定会有结果吗？不一定。我那时候很认真，很认真，7个月没有收入，7个月做不出业绩呀。然后，如果你是公司的人，你觉得说这个没有业绩的，你还会不会理我啊？应该会把我们踢到旁边去嘛，对不对？结果并不是我后来做出一点点成绩的时候，我才听到了什么？那时候老板说啊，跟Tay交代说，Tay，这个邱大哥千万不要让他阵亡7个月没有收入所以那时候Tay也是很紧张，为什么？因为你看我就知道我不是生意人嘛，是吗？讲生意肯定输给各位的，但是他看到我有那一份想要成功的欲望，想要努力的那个拼劲，虽然都是乱做一通啊，乱枪打鸟，你知道吗？不知道哪一只鸟被我打到，不知道，反正就是有机会我们就一直谈这样子，结果谈到什么？真的终于，就是有开始到第8个月才开始有一点点的成绩出来，所以当时在我做最低落的时候，我发觉我的领导人，我包括我们Tay啊，他们都是一直不断的去激发我，他希望我们能够怎么样，能够赶快成功，所以激励是我们每个领导人随时要提醒自己的。伙伴暂时做不出成绩，并不代表他不能够嘛。所以我们常讲到一句话，很难做 Reway 难不难？很难。如果真的很容易，每个现在都是飞马了，对吧？很难，但是并不代表什么不能够。昨天不能够，不代表什么今天不能够。今天不能够，不代表明天不能够。如果连我这样的人都能够，那肯定各位都什么都能够。为自己热烈掌声鼓励一下。那时候我贫病交加嘞。5、6年前，我真的那时候是贫跟病会当朋友的嘞，身体都不好，又负债那么多，我都能够了。我相信在座你的条件一定比我好的，对吗？好，所以我们要选择被激发，然后奖励。我跟你讲，肯定这些领导人每个都很会奖励人的。你只要做到一点点，他就奖励你了。你只要做到一点点他就奖励你。你看公司是不是这样？老板就是这样，老板就是这样子，他常常奖励我们的，对不对？动不动等一下来一个什么活动啊，什么样的优惠啊，甚至于带我们出国去什么，去办很多的会议啊，那个是不是一种奖励？对呀，你看，所以我们可以走遍世界各国啊，这个就是我们一个领导人你必须要做到，这样子会让你的组织怎么样？一直活跃起来。在第4个就是什么？所谓的竞争。在这个竞争的环境里面呢，我常跟伙伴讲，其实，在可以跟我们 Reway 竞争的，并不是在外面的其他家公司啊。真正可以跟我们竞争的，就是坐在你旁边的那个人啊，就是你旁边那个人，就是你的敌人啊。对手啦，不能讲敌人，对手了，外面的人根本没办法跟我们 Reway 竞争的，各位认同吗？你看，我们才花短短5、6年的时间，我们即将成为什么？直销界台湾的什么 No.1 呢？就在今年，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的。为我们自己 Reway 热烈掌声鼓励一下，真的。你看，我们另外那家
A 公司啊，已经几十年了，没有人能够超越它，结果莫名其妙什么时候跑出一家瑞威公司，短短5、6年，即将要成为什么？超越他们成为 No.1你光是想到这一点，你就会应该很什么？很兴奋，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了没有？还没有啦。发生了没有？哎，快了，还没有。幸好他还没有。所以我们今天在场的人都有一个机会，什么机会？我们即将成为台湾第一，对吧 ？Yes。我们为我们自己鼓励一下，真的，因为我们就在写历史嘛，是吗？如果我们已经成为第一，各位有没有历史可以写？当以后5年、10年、20年后，你跟你的阿囝阿孙说，当初时阿公我、阿妈我吼，迄当阵瑞威还未成为台湾第一的时候，我在其中，我有贡献到呢。迄当阵我嘛是买一套起来食呢，我嘛有贡献呢，对不对？是吧？我们就成为这样子，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真的觉得我们即将要成为这样的时候，这种感觉，所以我常讲啊，在组织跟组织之间也有所谓的竞争啊，尤其当你看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团队里面，尤其在我们瑞位里面，你不要看光是这些领导人的座位里面就有竞争了各位有看出来吗？哦，你可能新人你不懂啊，好，这里面有竞争的，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最大的坐中间。你看那个 Andy So 就是最中间，因为他飞马7嘛，对不对？然后燕豪飞马5就在他旁边，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的范董、玉恩，你看他就这样，所以这里面就有力量了。各位有看出来吗？这里面的这个力量，你看飞马坐前面，孔雀坐后面，是吧？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去参加，就是我要决定做 Reway 的5年前。就是5年前啊，我去参加就是马六甲一场领袖培训会，大概不到这边的人哦。那时候我们台湾有7个人去，坐在最后一排。结果呢，我在最后一排的时候，我光是要看台上那个分享者这么小，这么1咪咪，很远嘛。你看最后面那个看到我的时候也是这样1咪咪小小的，结果我坐在那个最后面的时候呢，哇！我那时候就想说，为什么我们台湾人那么就是要坐在后面？咱台湾人干袂使红看细汉安尼啦？哦，没有，不好意思啊，真的那时候的想法说，为什么就是要被排在最后面，对不对？我就在想，明年的今天我要坐在前面这样。就从最后一面要跑到前面，结果我也不知道前面是什么条件，都搞不懂，就是一个想法而已。结果真的隔年那时候刚好上到孔雀的时候刚好有被排到位置嘞。所以你有机会你要进到我们的神兽区里面，我们常讲说这个神兽区这个 VIP 区里面，他们都有名字嘞，这里面会有名字嘞。好，所以你刚刚早上进来的时候有没有哇？要赶快抢哦，哪边有位置，哪边有位置。你看这些 team lead， 我们这些领导人，他们走路都很优雅的，他这样慢慢走进来，有没有？他们慢慢讲，因为他知道他那边有个位置嘛，是吗？他不用在那边抢，说等下挤破头这样。所以这种竞争是什么？是种良性的。同样在你的组织里面，你也要有这样子的一种良性竞争在里面。有时候你看。我们会讲说，某某领导人，哇，他最近他的组织里面，哇，又诞生了什么？又诞生了一位孔雀领队，或是又诞生了一个飞马领队，哇，我们这些其他组织的领导人听到会怎么样？哇，他们又进步了，哇，他们的组织又更扩大了，然后我们就会想要怎么样？想要去什么？跟他学习，再去追，这样子，包括什么？包括现在。我们有8个分行，对不对？8个国家，不是8个分行，8个国家。
你看，刚你有听到我们的陈总经理一上台，在台上第一个分享的时候，他就讲什么？台湾即将成为什么？这个8个国家里面的 No.1， 对不对？为我们陈总经理一个热烈掌声。他立刻，哎，这边有新加坡来的呢，我们的飞马舞、梅阳，我们的马来西亚的卢大哥嘞，Andy So 这些，对不对？还有其他国家，还有日本的，还有其他国家，他们听到会怎么样？他们回去一定会转达的嘛。说那个台湾区的总经理哦，他在舞台上一直讲说台湾会是第一哦，我们可以输吗？不可以输的嘛，是吗？他回去他们就开始开会讨论怎么样把台湾干掉嘛，对不对？那我们台湾有那么容易被干掉吗？开玩笑，对不对？随随便便哦。是吧？对，好，我们就是这样凭着这一股的气魄嘛。今天我们台湾可以做到这样嘛，是吗？哎，没有那么容易的啦，是吗？哦，无拼输人唔输阵嘛，输阵的什么？歹看面，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表现我们的那个能力出来。好，所以在组织里面，你要形成一种良性的竞争，让组织跟组织之间可以彼此合作、彼此学习，但是也是怎么样？彼此在竞争。而这种竞争里面呢，会让你的整个组织怎么样？整个活泼起来。所以这4个要点呢，可以帮助你要把它怎么样，在我们的组织里面把它运用出来。然后最后我谈到的组织构成的一个要件里面的第五项，也就是最后一项，叫做什么？文化。然后在这时候呢，我先让各位你看一段影片，好不好？来，今天是我们 Re-Way 2018年最后一季的终极领袖表扬大会。今天这一场表扬大会很与众不同，跟我们以往过去这么多年的表扬大会不一样。今天基本上可以算是一种庆祝会。今天这一场是做给在座每一个人的。在这里，允许我宣布，2018年 Re-Way International 终极的庆祝会现在正式开始。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不一样的Re-Way，在我的心里，Re-Way它就是一个家。梦想一定要有，而且要大，因为我们的人生只有来这个世界一次。今天来到Re-Way，用你的眼睛来看一下，到底它是什么公司？只要你跟，你就可以做到。会出现骄傲的翅膀，苦和喜一起同享，给世界一个意外，荣耀和光辉，终于让我找到。如果你想要开创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那么遇到Re-Way就是你天大的福气。如果在这样一场这么震撼人心的一场表扬大会，还不能够激发到你的梦想，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能够激发到你。Kesuksesan yang paling indah adalah mencapai sebuah hasil yang tadinya diragukan oleh orang lain.
现梦想是一种实力。一起唱吧！哎呀，那去到不完我的萨玛萨玛，天干天干一定判断伦敦大利亚。1、2、3，从一无所有到一无所缺，经历非常非常多的风风雨雨，给一个目标，绝不罢休的目标，没有不可能不完成的事，创造一个自己想要的未来。2019年将会是 V-Way 崭新的一年，崭新的第一年。接着下来的 V-Way 应该会让你们更加的受不了，应该会更加的精彩，应该会更加的振奋人心。终极表扬，这是我们2018年12月在新加坡的室内体育场，不是体育馆哦，是体育场，好，就是有那个400公尺跑道的那个体育场啊，可以容纳7万人的一个场所。第一次有所谓的直销公司可以在这么大的一个场地办这样子的一个表扬，老板说不是表扬。是欢庆晚会，所以那一天哦，很像那个演唱会，哦，也有我们的飞马舞以上被接受表扬。然后尤其各位刚刚有没有注意看到有一段就是当我们所有的员工 Re-Way 的员工在台上唱歌的时候，我老板掉眼泪耶，有看到吗？因为我们刚好跟老板是站在同一排的时候，真的是看他哇，真的。你去感受一下他这个10年来呀，他所付出的、所努力的，就在这一个时刻所得到的那种回响啊，它里面肯定有很多他自己不为人道的，怎么样？很多的委屈啦，很多的别人的对他的埋怨啊，或什么，可是他全部都吞在他肚子里面去。可是他看到这个场面、这个时刻的时候，他觉得那一切都不重要。在 Re-Way 所表达的一个文化，就是正直、正面、正派的文化。我们秉持着这样的一个文化，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团队跟组织。而我们今天有幸成为这个组织的一员。而老板他本身从10年前，他就是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蓝图。所以他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团队，所以为什么他可以在一开始根本只是有几个人的时候，他就讲，他从来不担心 Re-Way 没有业绩的，他只担心 Re-Way 成功了以后，他是不是可以秉着他当时的那个初衷，而他真的做到了。为我们的老板一个热烈的掌声，真的是，他树立了这样的一个标杆，给我们所有的领导人一个楷模，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在 Re-Way 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其实我们不是一帆风顺来的，没有人可以期待说自己的一生是平平顺顺或是一帆风顺。我觉得这样子，如果你建立起来的组织是因为你一号召几个人或是几十个人进来以后，叮咚就变成你现在的组织啊。没有经过任何的风风雨雨的组织，不是一个最理想的组织。我常讲，如果你经过风风雨雨而还不会倒的组织，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组织。同样的，在你自己现有的这个环境里面，你希望建立起什么样的团队跟组织，就完全在于看待你自己个人本身，你领导人你要怎么做，你要做什么。所以我经常讲，
一个好的文化，它的建立并不容易啊。所以为什么一些其他的直销公司学我们因为学不来啊？为什么？因为我们10年来秉持着坚持的这个6大目标，一路一直走到现在。所以你看Riway所有的活动、所有的会议，你都可以看得出，老板他们Riway整个所为我们这些直销商所付出的、所贡献出来的，远远超过我们所什么自己所付出的。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样子的一个团队跟组织，是我们要好好的去学习。所以我们这些领导人为什么都会学习老板，学习我们公司，只要有什么样的会议，好，有什么样的活动，我们都是用这样的模式去复制。而后同样的，在你的团队跟组织里面也是一样。好，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文化的传承，是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环境里面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因为我发觉在Riway，他比我们更希望我们成功。尤其像我们的老板，还有 CMT 的这个管理层们，他们每一个人在背后支持着我们，让我们在走这一条Riway这一条道路的时候呢，能够更怎么样？能够走得更平顺一点点。当然不可能是没有问题的，每一个人都有问题。好，我们自己本身就好像我们人很容易去埋怨，很容易去什么？去责怪别人。但是我们是否有想过，当你在指责别人的时候，而你自己本身呢？我们如果不能够改变我们这些埋怨抱怨的，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些埋怨抱怨转向我们自己本身，告诉我们，我们真的做得很好了吗？如果你自己本身，你曾经设定你要让家人过更好的日子，你要设定你自己的未来的人生走得更康庄亮丽，你现在做到了吗？如果还没有，你愿意指责你自己，为什么你还不够认真努力吗？甚至于你今天所设立的目标，你想说，你年头曾经设立的目标，到你现在，你到底做到了多少？与其我们不能够把埋怨、抱怨拿掉，这个坏毛病拿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来埋怨、抱怨我们自己呢？来指责我们自己做得还不够好？我觉得我们这些前排的领导人，有很多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们今天成功嘛。所以他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而且今天这些领导人，当我们听到哇，他有一个千万不可说的收入，对不对？哦，很高的收入，可是你知道他的内心里面曾经受到多少的创伤吗？不相信，等一下请他们把衣服脱掉给你看。他们肯定伤，我是说在情感上了哦，那个伤绝对比我们受的还要更多的委屈、跟埋怨、跟打击，他们只能往肚子里面吞。所以人家他今天成功嘛，因为他想要去帮助更多的人能够跟他们一样成功。所以为我们这些前排领导一个热烈的掌声鼓励一下，真的，他们真的是说到他就做到。所以我常讲，一个组织最理想的组织的建立，好，总结4个字，叫做以身作则。当你自己能够以身作则，先要求自己做到，自然而然就有人会追随着你。在Riway，我曾经常常听到那些伙伴们讲，老板的人就是这样，当他告诉你要做什么，1次、2次、3次，你没有做，他直接自己来了。这些领导人也是一样，我们自己先做到先，你不要要求说伙伴为什么不配合上来。有时候我们自己本身先做到，自然而然就有人会什么跟从上来。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他就会自然上来，这个不用去期待，它自然会出现的。所以我常讲啊，我们如果今天想要建立一个最健康、最理想、整整齐齐、健健康康的组织，把你自己本身先做好先，可以吗？你先做好做对，先把自己的态度搞好，好，心态调整一下，然后呢，把自己放空，好好进入这个环境，跟从的学习，假以时日，不用
不用30年、50年，可能3年、5年后的你，你的成就已经远远超过我们这些前排的领导人。这个是我们在这一些已经走过这一段路的人，我们自己的心路里程啊，分享给各位。好，所以在最后呢，坦白我已经讲完了。所以呢，我想要告诉各位的是，刚好在去年底，就是今年的过年前呐，我是瑞卫国际瑞卫33幸福团队的邱正修啊，我们是很幸运的，在台湾算是第一个由老板给我们一个团队的名称，叫做幸福团队。你幸福吗？你幸福吗？哇，全部都是我们幸福团队的人哎，没有啦，开玩笑。好，所以呢，我就讲，我们是要复制的嘛，对不对？我们看到公司今天所做的一切，我们也想要去复制。所以在最后，我给各位看一个影片，然后当做我今天的一个 ending。好，请放影片。大家辛苦了！未来的一年，我们大家有目共睹，共同迎向精彩的2019。我看到的是一个机会，一个很大很大的机会。如果你想放手一搏，我们一起好不好？亲爱的朋友，没有不能够，只有你自己够想要。不要看到机会，我们为什么不去做？如果你们还有目标，还有理想的话，我觉得真的胆敢的去追求。林婉莹小姐，叶景腾，陈秀珠，只有你要放下身段，心态归零，活在当下，终身学习，在瑞卫一定可以找到你人生的价值。请你们不要入宝山，空手而回。瑞卫就是一个最丰富的宝山，能够丰富自己，成就别人，然后成就自己的梦想。这个平台是各位正确的选择，它是公平的，只要你愿意，都可以跟我一样在瑞卫成功。瑞卫幸福团队赞！瑞卫幸福团队赞！2018年，整个台湾的营业额应该有将近100亿。就是一家，瑞卫，赞！耶！我们在2018年或是不会超过今年2019年，我们即将成为台湾第一幸福团队，幸福。这个是我们幸福团队啦，哈，瑞卫的一个组织，然后我们期望跟瑞卫能够做到这样子。
所以呢，我们就跟公司学习哈，办这样的一个晚宴，好尾牙宴，好，然后很感谢我们所有的组织的领导人、听米粒的领导人，还有我们所有的伙伴。那天在五股工商展览馆办了这样子几千人的这样的一个尾牙宴，那我们相信在未来，这只是一个开始，这是我们建立最理想组织的一个开始。我希望我们各位在场的每一个人，好，我们朝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继续努力，好吗？好，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感谢大家今天的聆听，谢谢大家，谢谢。非常了不起的分享。老实说，当邱大哥分享完毕以后，我很想要在鸡蛋里面挑一些骨头，看看我这个主持人能不能够把这个角色扮演好，来做相关的一些补充。我在那边一直找，结果我找不到。真的演讲的非常非常了不起，而他也绝对是有那个资格谈这个最理想的组织的那个领导人。我借助各位的掌声，给飞马山领导邱正修。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我内心感觉到非常的有感触。因为我刚才在我介绍他的时候，我都已经跟你们分享过。当我来到台湾的时候，我是看到他那几个人。那么这个幸福团队是由他跟欢云一起创办。试想想，从2个人要建立成一个这样的组织，5000人的一个晚宴，那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你说对不对啊？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我们在经营的是这个人的事业，一个人你自己一个人有可能没有问题，有遇到一些问题挫折，你自己可以激励自己本身，可以鼓起勇气继续的往前走，往上爬。那么2个人也还好，因为可以沟通，可以相互的激励。那么慢慢的变成4个人、8个人、16个人，当成千、超过几百人乃至1000人甚至几千人的情况，当建立成这样的一个组织的时候，你要做到刚才所讲的几个组织里面的一些原则，那就非常非常的困难了，是不是啊？非常非常困难。所以很多的关键在于你刚开始建立这个组织的过程中，你是否有跟身边的人沟通？因为当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问题？会有很多问题，有可能你还不是这么认识这个领导人，不过你可以从旁边听到很多很多有关于这个领导人的一些是非，或者是有关于这个领导人的一些不好的地方。而事实上，也未必好像想象中的这么不好，因为流言蜚语的东西，不可尽信，所以很多的关键在于沟通。所以当开始要建立组织的过程中，以身作则以后，就多一点跟身边的伙伴沟通，相互的提醒，去创造一个这样的环境，那么最理想的组织你也可以拥有。那么好了，再一次借助你们掌声，给我们的今天这个最理想组织的分享者邱正修。